改行做大板吊顶吧，这1平米50块钱，好干不好干？电钻向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今天吊顶师傅给介绍了一个活儿，大板要装一个隐形晾衣架。这回我带了水平仪来，先用水平仪在吊顶的正中心放一条直线，对着我们两边标记的这个点。测量了一下这块板，足足有2.4米，这也太大了。原来这种大板吊顶既然都是有图纸的，中间这个板子果然是2.4米，晾衣架呢就装在这个中间。蜂窝大板第一次这样装，估计是有点难度，不过万变不离其宗，它能难到哪里去？边上的板子吊顶师傅都已经做好了，这样搭给的框架已经给出来了，那我们测量尺寸的话就比较好测量了。大板总长度是2.4米，那么我们就在1.2米的位置取一个中线，这样和我们水平仪放出的直线交汇点就是晾衣架的中心点。中心点找好以后，我们来量一下这个主机的4个螺丝孔位。主机长度的2个螺丝孔距离呢是1.18米，做好标记，然后再量一下宽度和厚度。厚度呢，主机是7公分。顶上的距离呢必须要超过7公分，顶上到吊顶的高度呢，如果低于7公分，这个晾衣架是装不进去的。从中心向两边分，一边是59，加起来刚好是1.18米。这个点和我们水平仪放出来的线刚好重合，这个点也是一个中心点，是衣架横向两端的一个中心点。制作吊杆呢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可以翻看我们以前的安装视频。看到这里，大家都会问，你这个电锤怎么是插电的？锂电工具怎么不用呢？因为装晾衣架的时候，很多都是有吊顶做了封闭。这个电锤呢，我用了好几年了，这个手感特别好。比如说打到线管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得出来，关键时候可以及时止损。这也许就是一种境界，人机合一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挂主机了。主机的安装方法呢，和我们正常的晾衣架没有什么两样，都是同样的方法。唯独在紧螺丝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做一下调频。这边的龙骨呢都已经做好了，以龙骨为基础，我们靠一个木龙骨，这样我们可以把晾衣架两边的距离调平。如果不做调平的话，后期问题就会出现在衣杆上，两边不是平行的。可别忘了还有一根电源线呢，这个要接起来。这个阳台虽然不宽，但是顶上的东西还不少，有水管有电线。现在我们要把剪刀架做个预组，这样预组的目的呢，就是测量一下板子到剪刀架中心的尺寸，防止我们开孔的时候有偏差。平时我们开孔在小板子上开，毫无压力，在这个大板上开呢，就反复的去对比这个尺寸，千万不可以搞错，如果出了问题的话，这一块板就废了，这个成本有点高呀，估计安1天晾衣架也挣不了这一块板子的钱，所以一定不要出错。另一边也是，这个剪刀架也要提前预组一下，然后还是顶着这边的板子去测量。装修更新迭代的速度确实快，这种大板感觉刚刚流行起来，现在好像家家户户都是这么做，小板子已经被淘汰了。画好线，现在我们准备就要切孔了。问了一下吊顶师傅，切这个孔有什么好的方法？原来他也是一个角磨机走天下。好吧，那咱也用角磨机切。刚才差点忽略了，中间的这个位置呢，还要开一个平板灯，这是一个转换框。按照这个框的尺寸呢，在中间画出来。2.4米的大板，中心1.2米，就是这个灯的中心，画出一个十字中心线。画这个还是很简单的，2年级的水平就能搞定。画好线以后，我们就拿中间这个田字杆这块拆下来没用的废板，小试牛刀，先切一下试试手感。
让我意料之外的，原来这个板子比单层的集成板要好切得多呀。因为单层的集成板在开的时候呢，角磨机会跳，这个完全不会。正面的话我们不可以开到线外，但是我们背面的话呢，可以开得长一点，保证正面的美观，背面的话就无所谓了。这些比较窄的边呢，角磨机是切不到的，所以这个要借助刀子了。给你帮的什么忙？这个装饰框的话，正反面各一个，然后是用螺丝固定的。它带的那个螺丝呢，好像有点短了。本来这个是针对单层集成板的，和木工老师傅呢要了几个直弓螺丝，这个螺丝是1公分半的，刚刚好。框架装好后，如果有毛边的话呢，这个用刀子可以轻微的再修理一下。现在这种大板用这种转换框的那太多了，我们要装平板灯、装浴霸都会用到这个框架。这个大板呢现在已经做好了，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活一个人就不是那么好干了。2.4米的板子需要2个人来一起操作。剪刀架呢必须得和这个吊顶配合一起安装，否则的话你不管是先装吊顶还是先装剪刀架，这个活都无法完成。所以接这种活呢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，一方面是安装费，另一方面呢是安装难度和安装风险。大板的操作难度大，所以我们要安装的时间呢可能会延长。一块大板的成本也比较高，如果是切错了、搞错了、弄坏了，这个承担的费用也比较高。这样我们综合起来就要考虑自己的安装费了，收多少合适。把中间的这个灯呢也装上去。无奈这2根晾衣杆呢只能在上面安装了，因为我们几个人在这里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遥控器的踪影，可能厂家那边在装箱的时候漏装了。测试运行呢现在也测试不了了，只能是后期他们把遥控器发回来自己测试吧，有问题我们再上门来看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观看米师傅往期更多精彩视频别忘了点个关注，拜拜。